今天是售後小豆上線啊，關於我们的化妝刷如何清潔保養，包括一些小小的使用技巧。因为最近这套刷子大家陆陆續續收到了，然后我們看到很多反饋也很好，謝謝我們的姐妹們。問題最多的就是關於粉底刷如何像豆豆這樣上臉完全沒有刷痕，確實有些小技巧在裡面的啊。粉底刷普遍用的都是纖維毛，因為它沒有毛鱗片，不吃粉，而且呢有一定小小的硬度，所以大家在上面鋪跟拉的時候更平更勻。大家收到的新刷啊，剛出廠的，它刷毛可能會偏硬，而且毛鋒它是鬆散的。這個時候我們需要有個步驟，就叫做開刷，非常簡單啊，核心目的就是為了軟化刷毛，聚攏毛鋒，減少刷痕。大家就隨意手頭裡面的乳液，不建議用水，因為水裡面沒有油脂，也沒有粘合性，所以你上臉刷痕會更多。然後也不建議大家用面霜或者是精華油，因為它油感太重了。乳液裡面嘛，它是有少量的油脂，還有保濕成分，所以軟化、粘合跟定型毛鋒剛剛好。套刷裡面都給大家送了這個調色盤，直接把乳液擠在上面，刷毛兩面反覆蘸取按壓，讓它充分的浸潤。第一次開刷大家可以稍微充分一點，因為我這個已經開過了。我們放在紙巾上，一個方向啊，不要左右來回擦，把多餘的給它吸走，保留微潤感就可以了。這個時候我們的毛鋒就是完全閉合的，而且非常的薄，可以上粉底液了。用刷子真的很省粉底液啊，也是我們兩面都進行一個拖拽的蘸取。上臉的時候呢，你不要刷子垂直啊，它還是要有傾斜，貼着我們面部的這個走向，輕輕的刷開，它會有一點上下的一個斷層，沒關係，你再反覆輕輕的刷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接着用我們的粉撲，你想要妝感高遮瑕的話，就用乾撲狠狠的壓進去；如果想要清透一點的話啊，你就用微潤的，完全融在我們的毛孔裡面，超級貼膚。好，我們鼻翼的部分呢，因為給大家做的是有一定小坡面的，所以邊邊角角呢，其實也是很好的，就刷上去。刷完之後再用粉撲，把一些多餘的粉給它帶走。粉感很小，但是我們毛孔被填得非常平。如果大家想要局部多次疊加的話，也是沒有問題的。刷完之後，粉撲輕輕的按壓，你看這個底妝，哎呀，真的社交距離看更絕。每次用之前都用乳液小小的開一下刷，而且你看我們在紙巾拖拽的這個過程中，其實也是一次清潔了。剛好說到這兒，接下來我們就說刷子如何清潔跟保養。我們套刷裡呢，這兩把是纖維毛，所以大家大清潔之前，我們還是用乳液先進行一個預洗，就跟開刷是一樣的。深度清洗的話，大家可以選溫和的洗髮水，無硅油無礦物油。你買金石舒潤款是 OK 的，那最好其實可以選那個 baby 洗髮水。主要是動物毛呢，它是有毛鱗片，其實跟我們的頭髮養護是一樣的。你想讓它更加的柔順，那你用的產品呢要比較溫和，尤其是那種鹼性的皂，洗完之後它就會變得很硬很脆。沒有的話，用手裡的氨基酸潔面也是可以的，但我們盡可能避免皂基類型的。這小浴盆其實挺好用的，因為它裡面會有一些這種凹凸面比較細小的，所以這個刷子能夠充分的清洗。把清潔劑擠進去，稍微的加一點水，輕輕的打圈揉搓，或者是順着毛的方向都可以，但是不要太過暴力啊。注意清潔的時候刷頭朝下，千萬不要朝上啊，要不然水進到刷柄裡面很容易脫膠掉毛。就把它沖至到水流無色無泡沫就可以了。我們用紙巾把它包起來，輕輕的擠壓水分啊，捋順這個動作是比較重要的，要不然乾了容易炸毛。洗完之後我們就平鋪到紙面上，不要放到窗邊暴曬啊，讓它自然乾就可以了。乾了之後呢，我們這個動物刷毛哈，有些可能會存在幾根粘合在一起，上臉的話粉感就不精緻了，所以大家可以在手上輕輕的打圈讓它散開，或者在紙巾上輕輕的讓它這樣的散開就可以了，更加的蓬鬆。真的不用洗的那麼勤，1個月洗一次足足夠夠。不是給大家配了一個這樣的海綿鋪，如果你沒有買套刷的話，自己去網上搜一個，幾塊錢很便宜的。它的作用有2個啊，你比如說我們化妝的時候用同一把刷子啊，我先上了淺色，然後我再上了深色之後，我還想再去上淺色，但是我的刷子上已經有深色色粉了，展示一下，左右清掃，它的粉掉了，再上淺色才會更加的乾淨，這個是其一。我可能每天化完妝之後呢，我會把每一把刷子都在上面左右這樣來回清掃一下，其實它就是一個清潔，把這個粉帶走，其實就 OK 了。這個海綿是可以反覆使用的，你給它洗完之後晾乾就可以了。免洗清潔噴霧也是非常實用的，它非常的溫和，裡面的成分主要是一些植物油，原理就跟我们卸妝一樣，以油溶油，把裡面的色粉給它帶走。它是速乾的，所以我們清潔完之後刷子是干爽的。怎麼樣去使用呢？就噴到2、3下，用一張乾淨的濕紙巾，最好是有一些這種凹凸紋，左右的拖拽，你看這個顏色它就能很輕易的就掉下來了。唯一注意的點就是我們順着它的刷毛，不要這樣。清洗的這個程度大家自己看，你覺得它不夠的話呢，我們就再噴一點，再進行一個拖拽。跟最開始比它就乾淨很多了，我們用之前也是拿手可以這樣捋一下。接着就是大家反饋的一些使用感受上的問題啊，有一部分的這個朋友覺得在用這個坡面刷的時候，上臉有一點小小的渣啊。首先我們坡面刷用的材質是羊毛跟纖維毛，不能全用動物毛，如果沒有支撐力的話，其實你上臉的這個腮紅、修容這塊它是散開的，纖維毛它偏硬一點嘛，是需要在底下做一個小小的支撐。因為液體狀的腮紅我們蘸取之後呢，這細細的刷毛它可能會有2、3根、3、4根閉合在一起，戳在臉上可能會有一點小小的渣。這種情況大家蘸完料體之後，你自己看一
一下，有闭合的你可以这样稍微的蹭开一点，上脸的舒適度就会大大的提升。还有大家问我们刷柄上嵌的这个小花会不会掉？不会的，姐妹们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制作流程，好吧？它是需要先开槽，所以有一定的深度，再把这个金属跟我们这个小花的片嵌进去，再去打磨，之后再上胶，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牢固的。所以为什么这刷子真的做的有点慢，就是它需要手工做，机器可能是做不了的。接着是关于我们刷柄黑檀木的问题，大家都知道嘛，天然的木头它不可能颜色是一样的。这两把刷子你仔細看的话，它的顏色跟紋理也會有輕微的區別，包括你看它上面會有一些小小的像毛孔一樣，它這個不是殘次品，不是孔洞，就是天然的肌理，它就是這樣的。我們專業講的話，它就是黑檀木的棕岩，就像它們的毛孔跟血管一樣。如果大家自己買過木質的梳子或者是家具，肯定都知道這樣的情況。就如果你不喜歡，你就喜歡完全平滑的話，那大家也不要選擇這套刷子啊。我是很喜歡這種天然的肌理，而且因為它是木頭的，所以它在清洗的時候不要把這個刷子進行一個浸泡，任意不管是什麼材質都不要浸泡，因為刷管的這兩端都是有膠的，你去浸泡的話，時間長就很容易脫膠。如果我們長時間用這個刷柄有一點乾的話，跟盤手串是一樣的原理啊。大家可以抹點這個乳液也好，你用的精華油也好，稍微的給它搓一搓，也可以帶着那個棉手套，只要是棉製品的東西去給它搓一搓，哎，它就又盤亮了。你看我這個其實越用越亮，它跟剛打開的顏色又不太一樣。味道也是在的。粉底刷刷套難摘取，確實是。我們收到這個問題之後呢，已經做了一定的改進，但是也還是挺緊的，主要是為了擔心在運輸的過程中啊，會壓到這個刷毛，到手之後它的使命就已經結束了，大家可以直接拿剪刀剪開，或者說是你就拽着兩側就給它脫下來，你不要拽着一邊。我們新的這批呢，會28號在直播間上，貨量相對充足，但是呢，這個製作週期比較長，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姐妹們感興趣想要來買，所以大家如果有這個打算買單支也好，套刷也好的話，早點來，好吧？早點來。愛你們喲，有什麼問題及時跟我們反饋。